超级厄尔尼诺如期而至，全球的粮食缺口正在成为资本下半场的猎物。最近高盛、汇丰和摩根大通都在发粮食安全相关的研报，结论就是2027年上半年全球很有可能迎来新一轮的集中爆发的粮食压力，首当其冲的不是非洲，而是印度。你以为他们在吹哨吗？他们其实在吹响的是收割的号角。首先粮食压力呢确实是客观存在的。联合国粮农组织刚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全球的粮食价格指数直接创下了3年多来的新高，植物油、谷物、糖类领涨，涨幅远超市场预期。一边是极端天气的冲击产量，一边是地缘冲突卡着能源和化肥的脖子，全球粮食从宽松平衡正在滑向紧平衡，这个趋势判断没有毛病。但问题就在于，一次正常的供给收缩就在短短1个月突然就被各家投行的研报开始包装成了史诗级的粮食危机。那么这个事儿可就有的说了。摩根大通的报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全球的这个食品通胀将从26年的上半年的 2.8% 加速攀升到27年上半年的 5%， 翻接近1倍。如果超级厄尔尼诺与中东的能源冲击叠加发力，食品的 CPI 还会额外再抬升 1.5个百分点，换算下来，终端粮食涨幅可能达到正常年份的2倍。摩根大通呢还用了5个 W 的框架进行了风险的这个拆解，然后呢进行了各个地方的能源安全的评估。它的这5个 W 分别是战争冲突、极端天气、仓储的短板、水资源的紧张和产后的浪费。5重压力它不是先后到来的，它会同时缩紧全球粮食供应的这个阀门。那你以为各大投行是在提示大家注意防范粮食风险或者说金融波动吗？恰恰相反，懂行的人看大投行们如此整齐划一的演这一出那可是太眼熟了。每次全球粮食但凡要出点风吹草动，永远是天灾还没有完全落地，资本的镰刀就已经挥完了。粮食紧张是真的，但是现在的收割就已经开始了。ADM、邦吉、加吉、路易达福、ABCD 4大粮商就是全球粮食市场的超级庄家。我给大家介绍过很多次他们兴风作浪的事迹了那么简直是神农氏的宿敌，丰收女神的克星，天启4骑士里面饥荒的分身，放在西游记里唐僧都不一定能拦着悟空饶他们一命的选手。这么说是不是能具体一点呢？这4家企业掌控着全球 80% 以上的粮食贸易量，从种子、化肥、种植仓储到海运、加工、销售，全产业链通吃，既是规则的制定者，也是价格的操盘手。他们做生意的核心逻辑从来不是靠一斤一斤的卖粮赚辛苦钱，而是靠造预期、做波动、赚差价。100多年来，这套玩法屡试不爽。这些利润背后全是人口密集国家的血泪，他们的3步标准动作，咱们现在看就知道接下来要上演的剧本了。第一步就是借题发挥，要么抓极端天气，要么抓地缘冲突，哪怕只是局部的减产、短期的扰动，也能通过他们的全球话语权放大成供给崩溃的叙事。08年全球粮食危机就是一次典型的例子当时全球粮食总量其实并没有断崖式的下跌，只是美国大力推行生物乙醇，拿玉米做燃料挤占了一部分的口粮供给，结果4大粮商联手华尔街，把生物燃料挤占口粮这个点无限的放大，疯狂炒作全球缺粮，硬生生的就把国际小麦的价格拉涨了 190%， 大米价格涨了 230%。 那一年全球有上亿人陷入饥饿，而4大粮商的净利润平均涨幅超过 80%， 赚得盆满钵满。第二步就是推波助澜，预期炒起来之后，一边在期货市场大举做多拉涨价格，一边在现货端囤积居奇制造抢粮的恐慌。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的时候，这套玩法就被玩到了极致。黑海是全球最重要的粮食出口通道，冲突确实影响了航运，但实际中断的时间和规模并没有宣传的那么夸张。可4大粮商配合着西方的媒体天天渲染黑海断航等于全球断粮，把小麦价格2个月拉涨了 60%。 那段时间一边是非洲国家买不起粮闹饥荒，一边是加急邦吉们的财报创下了历史新高，全年利润直接翻倍。这个就是资本收割的威力。那些人间惨剧在数字的跳跃中被抽象为合理的对价，那些挣扎的生命在金融的解构下，跟那些带着血腥味的收益仿佛毫无关系。那第3步就是高位套现，等价格炒到顶点恐慌拉满，中小贸易商和缺粮国开始高价抢粮的时候，
他们在从容的出货，把纸面的利润落袋为安。等潮水退下去啊，价格跌回原位，留下的是高位接盘的国家，通胀高企的民生，是我们一夜被毁的大豆产业，是几十万还不起种子贷款的印度农民的咨询短见，是上千万孟加拉人经年累月到现在都爬不出来的饥饿的大坑，还有一地鸡毛的市场秩序。说白了，这门生意赚的不是太平岁月的钱，赚的就是求难财。风平浪静的时候啊，他们只能稳定的提供点粮食供给，好像一个温温吞吞的服务商。但一旦稍有变故啊，风声鹤唳，他们立刻就会变成煽风点火的操盘手，甚至很多时候风还没起来，他们先把风声造起来，无风起浪也是常有的事儿。回头看现在的局面，就是完美的可以被炒作的剧本。超级厄尔尼诺是现成的天灾题材，霍尔木兹海峡紧张是现成的地缘题材，而被摩根大通钦点的倒霉蛋这次是印度。印度的人口规模和靠天吃饭的农业必然就会减产，这个就是现成的一个爆点。三大题材已经凑齐了，华尔街投行们集体发研报定调，四大粮商现在在期货和现货市场上进行配合，一套标准流程行云流水。本来只是供需偏紧的局面，现在已经开始成为了一场史诗级粮食危机的前奏了。说句实在话啊，极端天气和地缘冲突啊，天灾人祸躲不掉，但是比天灾更具有毁灭性的，往往是资本趁着天灾趁火打劫，把普通人的生存成本当成自己的盈利筹码。印度这次恐怕是在劫难逃。之前介绍过很多次啊，印度的农业啊，再叠加它的政治选择，天生就是粮食炒作的完美的靶子啊。印度的粮食产量不能说它低，它是全球第2大的粮食生产国，大米出口量世界第1，但它的粮食体系就跟印度的所有系统一样，全身上下全是破绽，随便一戳那都是窟窿啊。第一个就是没有水利设施，完全扛不住极端天气。印度的可耕地比我国多了啊，而且他们还是天生的可耕地，不像我们经常在极限地区改良土壤才能耕种。而且呢，他们是所谓的雨作农业，其实就是耕地没有水利灌溉设施，纯靠每年的这个西南季风赏饭吃。其实印度的气候和地理条件是适合，甚至可以说急需修筑水利设施的。印度1980年的时候搞过一个叫国家视角计划的全国性的水利工程，结果呢就跟印度所有的系统性工程一样除了努力他们什么苦都能吃，老老实实的搞基建那是不可能的。有钱赚的时候就去赚快钱，没钱赚的时候在项目上去捞钱，官僚扯皮，审批冗长，结果就是到了2024年，印度的70%以上的耕地依然靠天吃饭。结果今年老天爷是太不关照印度了今年的季风降雨偏少了40%，核心的农区旱情已经显现。就是往年正常的气候波动印度的减产幅度也远大于其他粮食产区，而到2026这个厄尔尼诺的规模这种气候异常放到了印度身上，这变成大面积减产这个实锤不管有没有都会给资本危机趋势提供足够的素材。而印度呢，它恰巧又有一个巨大的窟窿，就是化肥命脉不在自己手里。印度是全球化肥进口大国尿素靠进口天然气来生产这磷肥钾肥几乎是全靠进口，3样核心化肥没有一样能自主的。霍尔木兹海峡这一紧张，天然气和化肥的这个运力成本上涨，全球尿素当时是有价无市，印度首当其冲，30%的尿素企业直接就停产了。那每年3到5月呢，是印度春耕的黄金窗口，小麦拔节这个水稻分蘖，晚10几天施肥，全年的收成就没指望了。当时只有我国有能力提供大量的足够的尿素，那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呢，我们也没打算趁火打劫。结果嘛，印度永远不爱常理出牌，打算用当时市场价格3折的价格进行招标，这已经是低于成本了，就是卖它咱得亏钱，所以我国的供应商就没接这个茬，最后流标了。那么本来用750块钱就能做的生意，最后被印度拖了1周多，最后是用960多美元才买到了货。很多耕地用不起，还有一些是来不及。减产这个事儿全球都知道，资本现在炒起来简直就是理直气壮。那第3个窟窿其实就是印度自己的政策反而会帮这个资本加戏。印度它一遇到国内粮食涨价，它第一个反应就是搞出口禁令就简单粗暴。22年的时候禁止小麦出口，23年的时候禁止大米出口，每一次禁令一出，国际粮价都要跳涨一波。看似它是要保障国内的供应，实际上反而加剧了全球市场的恐慌情绪，等于是免费帮资本放大减产的预期，让国内的一些势力跟着囤积居奇，放大对内外的危机的影响。
印度刚才说了是世界第1的大米出口国，小麦出口也稳居世界前列。而印度同时也是全球饥饿人口最多的国家，25年全球饥饿指数里面，印度排在123个国家里的第102位，属于是严重饥饿的档位。5.2亿人面临着粮食不安全。粮农组织的数字更直白啊，印度有1/3的人口面临着中度或重度的不安全，5岁以下的儿童发育迟缓率高达32%，每3个孩子就有1个长期营养不良。这种粮仓里挨饿的这种逻辑可以说是印度的一个奇景。印度的大米能横扫国际市场，靠的就是极致的低价，比泰国米、越南米都便宜，靠价格抢份额。国外卖低价米的另一面就是国内大量的低收入人群没有低价米，他们国内的米反而是贵的，是负担不起的。出口赚的外汇进了商人和地主的口袋，饿肚子的还是底层的老百姓。而印度的储备体系呢更拖后腿，印度的谷物仓储能力只占它总产量的 47%， 一半以上的粮食只能露天堆放，发霉、老鼠咬、雨淋，损耗率高的吓人。前些年这个印度政府喊着要投入 1.25万亿卢比建7000万吨的仓储，按照印度一贯的基建效率最后能落地多少大家心里都有数现在还没影呢。还有一个操作其实我到现在都没看懂。为了推广乙醇汽油，印度今年批准拿出520万吨的大米生产乙醇。一个还有几亿人吃不饱饭的国家，把口粮拿去烧成汽车燃料，就这种匪夷所思的操作就真的只有印度干得出来。印度的问题它从来就不是单纯的什么产量的问题，超级厄尔尼诺它是导火索，霍尔木兹海峡是助燃剂，而社会分配、土地制度、基础设施的结构性缺陷是底下的火药桶，这几者叠加起来就是摩根大通判断它首当其冲的根本原因。现在磨刀霍霍的华尔街已经吹响了要来分他们一杯羹的这个号角，很难说这是天作孽还是自作孽。现在唯一的问题是，印度一个市场喂不喂得饱这4大粮商以及整个华尔街的资本市场。因为按照摩根大通的这个分析标准另一个倒霉蛋它就是日本。那至于我们的粮食安全呢，大家大可以放心市场呢可能会跟着热度炒一炒，但我们在真实的供给层面上绝对担得住一句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如果大家想了解一下我国的粮食安全和粮食供给我们可以放到周2和周5的直播间里跟大家聊一下。这么长的看完了，关注一下吧。